能不能追得回来？那还要看杭州 LGD NBW 和上海 EDGM 那场比赛的比分。所以他们不能让这场 BO5再有变数，而 RW 侠看看他们能不能再追一局。如果再追一局的话，那秦九估计天塌了。秦九压力就大了。对，因为秦九最后一场比赛要在后天打 TTG， 而 TTG 又必须要大比分赢，去拉开跟拉近或者说是反超 LGD 的，所以越到后面压力越大。来看一下这局比赛的 BP。RW 侠搬掉了空空儿以及邵思源，而 TTG 的话则是鲁本纳诗和杨戬。看看这把济南 RW 侠还有没有什么本命之力？长城在，苏烈，小 A 上一局比赛的开团，给他这局比赛继续开。这手苏烈选出来，基本上已经稳了一个发育路的对线优势，以及他们前期的阵容强度了。看 TTG 这里红色方两手张飞，来个张飞反拿你，让你不是那么好开。无奈神巫大司命，张飞大司命两手前排，这个前排一顶是一个可以进野区的阵容。对，嘉兴大司命来了，下季在嘉兴大司命胜率极高，12战8胜。嘉兴这个选手拿到这种强势残野，还是非常喜欢去策划野区进攻的。哦，无双也要来了，野合，一舞既相思。今天那把老虎还是看得出来，今天无双的野合整体状态是相当不错的。再来个公孙离，前三手拿的都很强势 ，TTG 直接再拿仓追一手对线。这样的话，看 RW 侠会不会去做一些换线啊？前期中路因为还没出嘛 ，TTG 搬掉了狂铁。其实狂铁这个英雄目前比较适合 RW 侠给 Fly 拿，因为 Fly 在最近的比赛里面确实是被照顾的太多了，以至于他的经济整体不是很高。而狂铁是一个对线又很强，然后打团的时候他不需要太多经济，他需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去卡你位置，去盯你人，他可以去单防住你的一个经济点，比如说你的对抗路。对，蒙恬也是这样类型的英雄，所以 TTG 直接把这两个英雄给他送上单位，这两个英雄也是比较好大进的英雄。而 RW 侠则是搬掉了曹操，然后再搬一个沈梦溪之后，又把秦秦的老夫子送上去了。是的 ，TTG 最后一班保护大司命的 BP， 搬掉了甄姬。看 TTG 的第4手选择引，拿了个引，交织命运的织锦。这把拿引的话 ，RW 侠没夏洛特，RW 侠这个阵容应该是要出关羽，出关羽的话，团战去切仓。对。秦秦在跟自己的教练和队友进行了交流。而 TTG 的话，如果是给这手关羽出去的话 ，RW 侠血战到底，直接接。那 TTG 海月用过了，要盯关羽，那就是来个火舞了。我估计刚 TTG 也在思考，你这手关羽基本上是明牌的，他拿什么英雄来去管你？是把这个英雄留给中单，还是说我直接在提前预判来一手小满？然后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引来加强了他的切后能力，而且引打劲好打。就引贴到 RW 侠的中间这3手，基本上一套爆下去你就没了。我其实感觉这个阵容 RW 侠的中路可以优化一下，选什么比较好呢？感觉这种安琪拉不如选个海月。对吧？本身就是打大司命比较好打的，你用来打保护也可以用来专门去盯引。然后如果说考虑对线海月也厉害，打后面 TTG 剩下的一些中单，感觉都挺好用的。安琪拉的话还是不够稳定。他选海月的话 ，TTG 反手5楼火舞第一剑金身，你也挺难受的呀。主要就是抢龙好抢。他主要就是帮助进稳定的控住大司命。是的。然后这样的话，你张飞即便是有大招可以喷一下的话，你少一个惩击。而且他们这个阵容已经是结构上有个苏烈有个关羽了。海月打先手，苏烈关羽在外面一站，我就在那盯，就是你没有办法守门的。是的，这出口一定是RW侠站住。不过他拿安琪拉的话，也是要一个安琪拉他前期的一个斩杀能力，配合可以打集火。但这把跟他配合的人没有那么好配合哦。那就看苏烈和静他们加上安琪拉3个人的 combo 接的怎么样了。这 combo 接起来，接住随便秒人，然后他前期安琪拉这个
小技能斩杀线也高，适合去控小野怪。我看这把中轴的对抗能不能打下来。TDG 的这个阵容是比较难去做一些换线的。中轴是一个不知火舞，他在面对到小 A 的苏烈以及剑月的这个安琪拉的情况下，就看大司命。如果是直接中线开的话，那就还好；如果不是中线开的话，那可能中轴争夺还是 RW 侠占优。张飞跟大司命靠过来的话，那不知火舞是能够直接抢线的。不知火舞直接去格斗，去贴你脸，然后让大司命跟张飞过来抢线。来，让我们一起进入到双方的第4局。目前是广州 TDG 在红色方2比1，依旧是他们的赛点局。我是九名字，我是解如黄超。这个换线，RW 侠做出了一个让公孙离和苏烈直接避开仓，然后去到上路可以去压影的一个换线。对，然后把关羽放在下路做抗压。关羽在下路就比较好去补尾刀了。是的，而 TDG 他这里的话做的一个应对是直接把影放在中路了。把影放中路，大司命帮他抢线，然后火舞去上路抗压了。回来下路应该是刚刚是这个情况，应该是小雪先进到了草丛里，所以他不是没有看，然后从红区钻出来的张飞，然后关羽先劈了一刀兵线之后，然后被九星跟小雪连着打了一整套，然后想出去再吃第2个兵线的尾刀，然后又被打了一套，以至于被打到了残血。最后的话，总体而言就掉了一个兵。补后排兵卡一个前排兵，要卡掉青青一个兵，然后这个空间之灵镜也来了，那 TDG 争不了了。就先打边路，基本上你遇到这种换线啊，都是要亏兵的，挺没办法的。除非你的游走是一个前期特别强的，你可以直接换过去打2-2。仓这个对线已经追过来了，线是要追的，你不追的话，星星在上路过得实在太憋屈了。大司命在等机会，这波要准备掉一波，这一波消耗的不错，打掉了秋元半血。RW 侠这波很稳，并没有去跟 TDG 做对抗。赶过来的安琪拉打了一整套，全部灌到了九星的身上，九星被打到了残血，公孙离上去之后给个1-2，但是九星有治疗术，不交治疗术可能就要死了。刚好卡了一个治疗在手里面。先把线换回来了，取消了。上路多控了空间之灵，对，然后还要跟安琪拉一起拿个赤甲。上路还是正常打这种2v2的对抗。是的，这波安琪拉来帮秋元，直接过线，这是要快速过线，然后传走了。还是护一下公孙离传下。这波下路没线了。对，清完了，还可以一起打一个劣质。这波转动RW侠只要把上路的这个空间能力转好就行，但是你把这个放出来之后，他还是会把他追线追回来的。这 TDG 他现在就是通过这种方式，让仓追着公孙离，打对线优。而且小雪经济是要比秋元再高100块钱的。对，因为他前期还是吃了一点发育钱。中轴张飞加大司命跟火舞只要爆起来的话，那RW侠就没有办法在中轴争线了。关羽直接先把2个兵拿掉，这波可以看看安琪拉来了，应该是要设计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把青青的营给击杀掉。看青青会不会给这个破绽，没给破绽就清线了。对，抢完线直接往下跑。传中。下路这波线也是 RW 侠先做完的，嘉欣这波跟赫兹2个人先到了野区，把位置一拦，先动起了龙，但这波小 A 要往前硬挤的。不过只要九星张飞手里有大招，感觉 RW 侠这个位置也不好拼啊。
再慢慢找角度看关羽羽先动手了，推一下想先打人，不过这波二技能还是跳回了自己的野区，那这一波没有找到好的机会。张飞大招也喷完了，龙还是被 TTG 拿到。是，这种情况下确实是挺难去博弈一个龙团的。你没办法去很好的把张飞的血量给压低，就给不到威胁，那9星的大招就可以一直捏到要拼成绩的那个时候再交。这个时候再去看待，如果他有这种海月的话，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你不说是拉大司命，你就算是把张飞拉走的话，你也确实会好打很多。对，都是有博弈空间的。安琪拉跟苏烈这个 combo 是比较难接的。预测上更多的人看好的是广州 TTG。小雪中路吃个弩车直接转下，这波张飞要有大招了，火舞和大司命都靠过来了。就不好压了。对，发现静和安琪拉去清中火舞，赶紧先回去。那大司命这边要卡一个红背，拦截一下安琪拉，准备要一个人卡2个。看到了静这波直接大招动手，安琪拉给一个2-1大，让大司命交出往圣毒撤走，打残了状态。这波嘉欣就是在给下路做2-2对抗，让他们能够找机会把线送过去，去耗一下下打血量。他只要把人拦住了就行。是的，然后就等下一波，然后继续去复刻刚才的那种现象。那这波的话，阿达布夏直接选择去放下塔，那苍一个人就可以在下路把塔点掉。上路线也被引清完，那这波红野区 TTG 也是空的，阿达布夏这波白掉一个下塔，其他事情都做不了。他这一波想给中路压力，但是 TTG 的人已经回防到中路来了，所以兵线也压不进去，只能把兵线清完之后回到自己的野区理资源了。现在看经济的话，无双这个经济跟他那把老虎还是一样的，全场最高。那 TTG 就是你会发现赫茨的经济一直跑得比对面的对手的中单快，就嘉欣的经济不高，不代表 TTG 没有钱。TTG 的钱很平均，对，4个人非常平均这个经济。阿达布侠的话，就是安琪拉这边他的一些经济是倾斜到了静的身上。就嘉欣他的分均经济在这次年度总决赛只有596，无双的话是635，而赫茨的话是在中路位置分均经济排名第3，576，而剑月的话比他少了有将近50块钱。就是两边还是经济构成是完全不同的队伍。TTG 的话和会多一点。青青见面先打一套小叶的状态，把一个前排打残。苏烈大招先交，张飞吼一下，镜里面锁的不错。是的，换个位，关羽过来踩一脚转一刀，被拆火，位置还是倒了。收掉嘉靖之后，继续往前追击。关羽，但是草里有一个不知火舞，这波 fly 看能不能走得了，走不了了。凌云风暴加上花蝶扇，最终收掉了 fly。这波看他那个行为，应该是还想跟队友再去试着包抄一波，但是被蹲了，还想再留，但是这个草里蹲着一个赫茨的不知火舞啊。感觉 fly 走过去了之后，发现自己的马头亮了就想回头，但那个时候已经走不了了。好在无双没阵亡，野区也保住了，刚才蓝 buff 也没被反掉。生死交织。8分半的龙 ，TTG 这波打暴君，那无双可以直接去反红区。青青就在这里看着，但是看 TTG 的行为 ，TTG 4个人给中塔压力。我红 buff 还是到青青手里了。对，但是安琪拉落位了，剑月一个大招把兵线给清掉了，没给 TTG 机会。然后无双自己在退出来的时候也被逼了大招和状态，那这样变成 TTG 想反进而大不侠的野区了。这个红 buff 还有7秒钟刷新，在那个时候无双的成绩第一时间是不好的。需要再等一会儿，看能不能拉扯一下。进这波。换位过来，直接动手，被不知火舞盯了一下，但大招还是盯到了2个 C。
一波激活把小雪的仓给秒了，不之后也被打退。关羽再顶回回顶两个，再来一刀，再劈一个回来，顶了个引。青青手里有闪现，但是无双这波换位过去，青青交出大招可以走了。TDG 这波进红被 RW 侠打掉了2人，小雪和九星阵亡。RW 侠带着中路残血的弩车兵推掉了 TDG 的中医。这波的话就是无双和 Fly 2个人，他们一波上野联动，直接去找 TDG 的 C 位，一锁一控。回看一下，一个分身换位过来，就找小雪位置，被火舞干扰了一下也没关系，这个大招锁住，然后关羽踩一脚，接个冰霜冲击，瞬秒小雪。这波无双进来还是很果断的，后续 Fly 这边还顶回2人。对。那么这波团战进去，把人基本上全部都定在了原地，然后秋元的这个公孙离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之下，在那疯狂输出。现在 TDG 就很被动了。RW 侠10分半把龙坑站住，九星似乎还不想放，但如果他们要过来的话，没有人盯这个关羽就不行。虽然说在中路的2塔草放了一个陷阱，但是关羽只要不从那走就行了。龙拉脱了，跟安琪拉的状态不是很好。TDG 把龙坑的视野再找回来，再挤回来。关羽想从下路绕出去吗？先去，先看看先情况。管线了，因为 TDG 也去做中线，没有第一时间动龙。中路防御塔没有推掉。但下路的兵线已经被 Fly 的关羽给运过去了，影响去处理上线。那这边 TDG 先是把一个龙拉脱一波，把龙坑视野让出来，然后中线又要交汇，大家要慢慢靠过来。那 Fly 下路线，看他是处理下线还是直接找机会从蓝区找个缺口去做线了。对，先做线。刚刚的画面再来一次，再重复一遍啊。那这波重复下来之后 ，TDG 不敢去摸这个中塔。但这一波的话，其实 RW 侠就没有给青青再去磨这个防御塔了，想要强行点过来硬点掉了，对，强拆的啊。这样两边在这条暗影暴君的争夺上都是没有中医塔的。要打的话就是一波大团了，这波没有退路。那只能看谁的消耗做得更好了。如果说中间有一波安琪拉他一套连招，给到张飞压力，把张飞大招逼出来，那这个龙RW侠就很好打。放在这个地方点了一波，小 A 的第一条命把打掉了2/3。关羽在这个地方盯着进，直接锁进去动手打一波，但是没有能够先把小雪给击杀。张飞喷了个大招，反而是小雪回头一箭射死了无双。关羽这个位置已经不好进场了，公孙离也阵亡，有点急了。无双出手的时候，其实队友的位置并没有很好，他进去苏烈的被动也先被打出来。对，这波过来想要杀小 A， 小 A 走不了，关羽只能反跑，中路安琪拉去管中线。赫兹还在追，扇子关羽回顶给兵甲，但是被不知后飞扬龙还是踢了起来，还是能跑的。感觉刚才那一波就是 RW 侠能跟果然 TDG 拉扯那么久，就是因为他们很忌惮 TDG 这个阵容的控制，太怕拼逞拼不过，所以最终策划了一波，决定是去开人。但是开人的过程当中就变成无双一个人进去，其他人想支援的时候，我看 Fly 和小 A 他2个人想从龙坑的下方，对，从下面过来，然后直接被张飞一吼，2个人全被控住，就过不去啊。他进过去开的人在哪儿啊？在中右草，而小 A 和 Fly 他在 L 草的方向，太远了，隔着一个龙坑呢。天天交了个闪现，拉开了跟防御塔的距离，大也交了。来回看一下这一波，这波看这个位置，小 A 已经被打残了，打退了，然后退到了自己的红后草，然后这时候无双再找机会，对，然后看这个分身逼近仓了，然后选择锁一波，然后 Fly 跟小 A 2个人过去，第一时间吃到了九星的一吼。然后无双就脱节，然后公孙离这个位置跟也不是，不跟也不是，他被轻轻引直接逼进一手，后面就没有操作空间。对。
跟那波红区团不一样，因为那波红区团的话，无双把人定住之后，其他人能跟得了。这一波团就光地形的选择上就不是很佳。关羽有点想绕后啊，有一个火舞在盯他，一直在后方盯着。火舞不在正面，关羽就绕不进去。看到了。 这个阵容一定得是绕出去，你要么是苏烈绕出去，要么是关羽绕出去，你一定得有一个人绕出去才能打，要不然打不了。TDG 现在抱着，只要把身后卫盯住了，而 W 侠这个团战从正面就很难去给到 TDG 冲击，这个苍就会在队伍的掩护之下打得很开心。再加上张飞这里又套盾又救赎的，还有个治疗，前置消耗都能抵消很多。对，就刚刚那一波就是劲贴到了小雪第一时间，九星就是先给救赎再给他。 给他保住了，上路高地推完之后再转下，下路有暗影之境的 ，TDG 破掉了济南2 W 侠的2条边高，感觉不好绕 ，Fly 的关羽就只能打正面了，那就要看正面的火力。如果公孙离和安琪拉一波消耗能给到 TDG 前排压力的话，那后面关羽找机会进场就可以尝试先把一个前排推回来打集火。 就正面踩进去给兵甲顶回来。是的，先打波集火之后，然后再打后续追出去，再留后排。因为你已经绕不出去了。TDG 他现在身后卫盯防做的已经很好了。对的，尤其上一局比赛结束之后，我相信九哲教练应该也给了叮嘱，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之下一定要盯好。正面的人可以开你，但是你要给自己留退路。安琪拉这个位置很差。是的，要被贴，张飞大招喷到了2个，直接融化了剑月。 啊，公孙离被打残，都要回去了。这个黑暗暴君只能给。刚才剑月那个位置太差了，他在右侧这个草丛里面，但队友他其实并没有卡在自己的两侧。对，因为你那两侧现在有点卡不住。关羽是从下侧去找机会，想试试绕后，然后准备这个龙团。然后苏烈那个位置是被赶到了快到自己野区的位置，没有办法对他进行保护。他这个位置给我的感觉，他中一塔还在。哎，是吧？一般中一塔还在的时候是可以在那个位置站一下的。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。像这种大后期中一塔不在，你如果没有队友帮他卡，是站不了的。这波剑又换位过去，贴到了苍苍，一个闪现拉开距离，回头直接反打，再来一个跳射，又躲掉了关羽的这一波连扣，然后紧接大司命触发被动帮助小雪击杀掉了弗兰。后续等兵线 ，TDG 想要持续一波。 轻轻把复活甲穿在身上，上去挂一波小 A， 回一波状态。张飞再给一个护盾，张飞大招喷到了公孙离，把公孙离推走。而下路的位置进这个位置想要去补兵线，把兵线给清掉，但是正面大阵实在太硬了，直接先触发被动打掉了安琪拉之后，再让苍击杀掉了镜，剩下秋元一个公孙离，一个人也没有办法和 TDG 全队做对抗，一波团灭了济南2 W 侠。这个水晶破掉水晶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，可以硬点。是的。 让我们恭喜广州 TDG 3比1战胜济南2 W 侠。这场比赛赢下来之后，广州 TDG 他们也来到了4个大场积分，但他们因为这场比赛是3比1赢，而杭州 LGD NBW 今天的比赛是3比0赢的，所以 TDG 目前在排名上是排在了大师组的在 LGD 之下，也就是说他们目前还是没有来到前4的安全区域。